為什麼貨車一到晚上就開始橫衝直撞？那是因為跑夜車的司機都有幾條規矩，比如遇到陌生人攔車，千萬不能讓他們上車，必須快速駛離，而且不能貪財貪色，要想一路平安，就要遇財不減，遇色不碰。為了搞錢，我跑長途貨運的時候選了條最凶的線，公司先後有3個司機在那條線出過事，沒有人敢再跑。老闆本來打算關停那趟線，但我接了，因為利潤高。我跑了幾個月，什麼事都沒有，但很快有人坐不住，畢竟一般每輛車都會配2司機，但這條線就我一人敢跑，抽成比別人多，還沒人分，錢全進我口袋，自然有人眼紅。老闆的小舅子孫浩突然主動提出要給我押車，這小子横行霸道慣了，我要不答应，以後準沒好日子過。跟我關係好的老司機偷偷告訴我，你傻，人家嫌你貴，让你带熟了，好卸磨杀驴呢。我摆了摆手，要吃这口饭牙就得硬。我看这小子不太行，这条線不算遠，2天一個來回，但有1半多都是山路。孫浩一路上都心不在焉，能看出來這小子多少有點犯怵。到了快晚上的時候，天陰得厲害，沒一會兒就下起了小雨。成哥，雨天山路不好走，咱們前面加點油，避避雨吧。我看着前面快到的6段山，點點頭。這是整條線最難走的，山勢險峻，不時有碎石泥沙往下滾，一下雨就更難走了。我把車拐進加油站，一個女人就迎出來，給車加滿了油。2位大哥，那個麵館是我的，我下面給你們吃，避避雨吧。我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東北角有2間楊樹擋着的舊平房，不過我跑這幾個月還真沒注意到，這裡居然還有個麵館。這個點店裡沒別人，我倆要了2碗豬肚麵，上完麵條女人就開始往我身上靠。大哥，還要別的不？女人年紀不大，1.7米左右個頭，是典型的炮架子身材。幹這行的都知道，跑長途困頓乏味，有些做皮肉生意的專門在路上找機會。剛入行的時候，師傅就教過我，跑長途路上有2大禁忌：第一是遇上攔車的陌生人，千萬不能讓他們隨便上車；第二是不能貪，既為貪財也為貪色。要想平安，就要遇財不減，遇色不碰。這些年我一直嚴格遵守這2條鐵律，無論多遠的路途都平平安安。我把凳子挪了挪，努力跟女人拉開距離問：這最貴的菜是什麼？女人擠過來。山僻小店沒什麼好的，有道涼拌肚絲，大家都還捧場。我合上菜單，又往邊上挪了挪。那來個涼拌肚絲，再加盤豬頭肉。我挑了2最貴的點，意思是照顧她生意了，也婉拒了她的好意。一般這麼說了就明白啥意思了，但女人嘴上應着，卻沒動步子。大哥，您去的地方多，見識廣，你認識一個叫鄭通發的人不？我想了想這名字後說道：不認識，沒聽過。姑娘抓緊給上菜吧。那女人稍顯失落的去了後廚，可能是天不好，我感覺這店裡涼颼颼的，桌椅擺設都很陳舊，不知為什麼看東西總覺得朦朦朧朧的，像隔着一層紗，不真切。孫浩朝後廚看了一眼，然後衝我擠眉弄眼，我沒搭理他。上菜的時候，孫浩殷勤的接了一把，順勢摸了摸那女人的手，他嬉皮笑臉道：姑娘，你是鄭通發什麼人？找他做什麼？那女人聞言立馬來了精神。你認識他？孫浩摸着下巴上上下下打量那女人，眼神極其露骨。女人立刻會意，很大膽地往孫浩身邊蹭了蹭。孫浩卻扭頭吃飯不說話了。他衝我遞了個古怪的眼神，我知道他根本不認識什麼鄭通發，純粹逗那女人玩的。這時女人有點急了，忙問他現在人在哪兒。孫浩大口吃着麵，不着急，吃完飯再說。女人看孫浩有意拿巧，很大膽地解開一顆扣子，往孫浩大腿上坐。我不想節外生枝，立刻打岔：這肚絲不錯，姑娘你幫我打包一份。耗子，今兒哥哥請客，你帶回去給弟妹和孩子吃。姑娘看我的眼神有點不爽，我只好打哈哈。他老婆孩子都在家等呢。吃完飯雨還沒停，我就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，不知不覺就睡着了。後來我被凍醒了，睜開眼發現這店裡一片漆黑，連個人影都沒有。我看表已經11點多了，心裡有種古怪的感覺，覺得哪都不對勁。我叫了一聲耗子，但沒人應，頓時心裡有點發慌。而且這屋子的溫度好像冷了許多，甚至沒有一點活人氣。室內的擺設看着更陳舊了，牆上的貼畫也是好多年前的款式。我看到裡間透出來一絲光亮，隱隱約約還聽見了女人的喘息。於是我快速地往裡間的門口走，邊走邊厲聲呼喝着孫浩。孫浩一邊扣皮帶一邊跑出來問：怎麼了？什麼事兒？我皺了皺眉，語氣不悅：雨停了，咱們該出發了。孫浩理了理衣服，一臉不爽地跟着我往外走。那女人也追了出来：大哥，你还沒说趙通发在哪兒呢？孫浩嘴一咧，從兜裡摸出200塊錢塞給女人，戲謔道：男人床上的話你也信？傻不傻？
哥走了啊。那女人的脸色唰的就变了，眼睛里说不清是愤怒还是悲伤。我心里那股子不安越来越躁动，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一样。我一把拉起孙浩往外走，下过雨的路一片泥泞，没什么车。到六段山已经12点多了，这一带山路蜿蜒曲折，山峰呼啸。我强打起12分的精神，小心翼翼地開。但很奇怪，今天不管怎麼強迫自己，腦子都很困頓，動不動就犯迷糊。孫浩歪在副駕駛上，迷迷糊糊地歪着腦袋睡了過去，眼看着指不上他。我包了一薄荷糖含在嘴裡提神。差不多凌晨1點，車開到半山腰的時候，突然熄火了。我叫醒孫浩一起下車查看。我們拆了車頭查電路，但也沒查出毛病。這時我們想把車頭裝上重新打火，按理說安座的卡扣是自動會彈的，但今天卻彈不回去，我們只好手動去推栓銷，可結果怎麼也推不上去。這時我看到正前方有個火點，想着是路過的司機在抽煙提神。孫浩也看見了，說讓那兄弟幫忙推一下車頭。他說着就去了，可那人明明在正前方，孫浩卻向旁邊的懸崖走去。我一看不對勁，立馬衝過去拽住他。你往哪兒走呢？但孫浩像是沒聽見似的，還是一個勁的往懸崖邊走。我掄圓了胳膊抽了他2耳光，他僵直的身體才軟了下來。等把他拖回到車邊上，我才看見他翻着眼珠子，只剩眼白了。於是我把他拖進駕駛室裡，抽了半天後他才清醒過來。他嚇得冷汗直流，嘴皮子哆嗦。成哥，我剛才是不是……我拍了拍他肩膀，打斷他。別想那麼多，什麼事也沒有。說着，我把從廟裡求來的紅繩掛在他脖子上。你歇會兒，我再下去看看。這時候那個火點已經不見了。我點了3支煙，朝着四面八方拜了拜。夜行道這車出了點故障，攪擾大家伙了。咱們都是老實本分人，一家人等着吃飯呢，還請各位行個方便。我用石頭支着把煙插地上，那煙頭燒得特別快。這時候我又試着推了栓銷，咔嗒一聲鎖銷復位了。我重新回到車裡，孫浩抓着我的胳膊，渾身哆哆嗦嗦的。成哥，你剛才跟誰說話呢？我撥開他的手，點火啟動。誰也沒有，別瞎想了，咱們這就走了。後來一路上倒還算順利，只是孫浩一直打不起精神來。到了第2天半上午的時候，我們到達了轉運基地交貨。老馮招呼人卸貨後，往車裡瞟了一眼。這小兄弟新來的？跟我押車呢。老闆小舅子，叫孫浩。你那小兄弟剛結婚吧？蜜裡調油似的，跑車還帶着新娘子呢。我機靈一下，感覺這話不對勁。你說什麼？哪兒來的新娘子？老馮指了指車裡，笑得賊眉鼠眼。那不就是嘛，坐小號腿上呢，你懂的。可車裡分明就孫浩一人。我拉住老馮問：新娘子長什麼樣？老馮以為我耍他，一把甩開我。你看一路了，不知道什麼樣。說完，他幫着去搬貨了，還朝車裡招呼：小郭，帶弟妹下來喝茶。我知道孫浩這是碰到事了，卸完貨後沒敢停留，就開始往回返。一路上孫浩臉色特別不好，臉色發青，嘴唇發白，昏昏沉沉的。在路過那個加油站時，我仔細看了看，東北角那裡根本沒面館。我們回到公司時，孫浩已經發起了高燒，嘴裡嘟囔着胡話。我擰了他一把，他就跟感覺不到疼似的，一點反應也沒有。我跟他姐夫說了今天的事，他家就來人把他接走了。從這天開始，孫浩就沒再來過公司。我問過老闆，他說請人看了，但沒什麼用，還是昏昏沉沉的。快過年的時候，我去看過一次，不到半個月，人已經不成模樣，嘴裡嘟囔着：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認識，真的沒聽過。他家裡人把能請的都請了一遍，誰都知道這是邪病，但沒人能治。很快到了年下，我拎着年禮去看我師父。飯間我跟老爺子說起孫浩的事，他說這事聽着覺得熟悉，讓他想起多年前他跑車那回，也是在6段山一帶。一個女人拿着一張照片，逢人就問：你見過照片上這人嗎？師父說照片色都快掉完了，磨得根本看不出照片裡人的模樣。那女人長得漂亮，但精神像是不怎麼正常。但凡有人透給他點消息，他什麼便宜都讓佔。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，也不知道跟孫浩這事有沒有聯繫。最後師父說：我給你推薦個人，你領着那小子去試試。這人要是治不了，那這小子就沒救了。師父跑了一輩子車，見識廣，認識的人也多，還說那人脾氣古怪。我們去了恭敬這點，說是他徒弟。我雖然對孫浩沒什麼好印象，但到底是一條人命，有門路能救他，我不能看着他去死。我打算帶他去看看。我陪老爺子喝了幾盅後，他又開始教育起我來了。你30好幾的人了，得為自己打算，凡事心裡得有數。有數。老爺子酒勁上頭，又開始老生常談。你有個屁的數！媳婦兒不娶，老帶着個撿來的拖油瓶過，算怎麼回事？我給師父滿上，很嚴肅地跟老爺子說：瞧您說的，那是我兒子，那孩子沒我活不成，我把他帶回來就是個責任，這事兒往後您別再提了。師父用拐棍敲了敲我腦袋，有點恨鐵不成鋼。一個男人娶妻生子才是正經。我笑着揉了揉腦袋。你要養那個孩子我不反對，但你得為自己打算。我爹一輩子也沒娶妻生子，我不照樣給他養老送終嗎？
師傅不說話了，重重嘆了口氣。我知道他是為我好，陪完老爺子我就走了。到家的時候，我兒子把飯做好了。我今年35歲，有個16、17歲的兒子，是我撿來的。當時他只有5、6歲，斷了一條腿，牙齒舌頭全沒了。大冬天穿着單衫在天橋上跟着人乞討，我花了點錢把他帶回家當兒子養。所有人都說這種背後都有團夥，坑的就是我這種傻老帽。我心說傻就傻吧，假的我也認了。孩子再受罪總是真的，我也是路上被我爹撿回來的，這輩子最見不得孩子受罪。師傅給我介紹的那人姓沈，讓我叫他沈大爺。年底不出車，我沒什麼事就帶着孙浩去了。你在門口等着，別亂走動。我讓孫浩在門口等，自己先進去燒炭。沈大爺對我倒還客氣。你就是老吳的徒弟？我提着年礼对着他笑。沈大爷，您叫我小程就成。我師傅年紀大了，腿腳不方便，过年了讓我來看看您。我們喝着茶聊着，看老爺子挺和善的，我就開始把話往正道上引。沈大爺，今兒還有一件事兒想求您幫幫忙。老爺子冷哼一聲，我就知道那老東西無事不登三寶殿。說吧，什麼事兒？我給老爺子杯裡續了茶水，開始說正事。我有一跟我押車的小兄弟，前陣子在六段山一帶，也不知道是衝撞了什麼，回來就不好了，想請您給看看。老爺子嘬了口茶，我就知道，他人在哪兒呢？就在门口等着呢，我这就去叫他。孙浩如今瘦了不少，眼圈發黑，嘴唇發紫，看起來沒個人樣。沈大爺只看了孫浩一眼，突然臉色大變，一點情面都不講。你們趕緊走，這事兒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東西都帶走，我只當你沒來過。沈大爺一邊往外轟我們，一邊把禮盒往我手裡塞。老吳呢？我親自跟他說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這事兒我管不了。就這樣，我們被沈大爺轟了出來。這事我盡力了，沒辦成也沒辦法。孫浩病得越來越重，到最後起不來床，說不成話。年後復工前，老闆給我來了通電話。老程，六段山那條線合同要到期了，現在這趟線除了你沒人接，你要是還跑我就續，你要不跑我就不續了。我知道他是捨不得那趟線的，畢竟利潤高，誰跟錢都沒仇。但之前接連出事，他怕我不願意再跑，沒敢答應續錢。眼見着孫浩出事，要說心裡不膈應是假的。我猶豫了一下，問他：我要是不跑這條線，要調到哪兒？電話裡，老闆也有點不好意思，吞吐了半天才開口：你也知道，我這一個蘿蔔一個坑，別的線暫時不缺人，不過以你的本事，到哪兒都不缺飯吃。我給你額外再發3個月的工錢，你要是接着跑，抽成我再給你加1成，但咱們得簽個免責協議，你考慮考慮，早點給我個答復。其實我明白，公司當初招我就是為了跑這趟線，該給的抽成也給了，老闆沒虧待我。晚上我兒子拄着拐圍着灶台給我煮麵條，我看着他一邊空蕩蕩的褲腿，心裡不是滋味。等爸攢夠了錢，給你裝個好點的義肢。看電視裡說，那些高級義肢跟自個兒身上長得沒區別。他這幾年都是上的殘疾人學校，耳濡目染的我也能看懂一些。他回頭衝我比劃手語，那得花多少錢？我跟他說，這不是你小孩子該管的事兒。我記得下個月又該去看牙醫了吧？這次能把左邊那倆大牙的牙冠裝上，再問問右邊那倆什麼時候能裝種植體。我撿他回來的時候，孩子一口乳牙全讓人拔了，傷了牙齦。後面到了換牙的年紀，有些也沒長出來。好在現在有技術，這些年一顆一顆種的也差不多了。孩子冲我嘿嘿笑着，他總能讓我想起我小時候，那時候我被我爸撿回來，起碼手腳還是齊全的。這孩子比我命苦。晚上我給我爸上了炷香，問他六段山那條線的事，這是我多年的習慣。自打我爸走後，我每次遇到決斷不了的事，就給我爸上香。包括我去這個公司接這條線，還有養這個孩子，都是我爸同意的。但凡我爸同意的事，我就沒有不敢幹的。結果當晚的香燒得特別旺，第二天我就給老闆去了電話，告訴他這條線我還接着跑。開工前一天，隊裡的司機給我打電話說孫浩不行了，大夥組織去看他。好好一個大小伙子，已經沒個人樣了。我們去了也不認人，嘴裡含含糊糊，吐字已經不清了。但他始終念叨着鄭同發3個字，別人聽不懂，但我一下就聽明白了，這正是女人跟我們打聽的名字。我看着他乾澀的嘴唇，突然覺得之前可能使錯了勁，只想着他是被女人纏上了，卻從來沒往這個鄭同發身上想。老闆有些門路，我跟他說後，他很快就找到了公安系統的關係。那人是個老公安了，一聽鄭同發這名字就精神了。我說這個鄭同發跟你們跑貨運的到底有什麼糾葛？前幾年有個老司機輾轉托人找上我，說砸鍋賣鐵也要查這個人。可他耗盡了積蓄，查到死都沒查出個眉目，壓根兒就沒這麼個人。有這種事兒？那人是誰？好像叫程守義。
但人已經沒了。聞言，我心裡猛地一個機靈，程守義怎麼會是我爸？我想起我爸去世前的那幾年，他肉眼可見的蒼老憔悴。那回他經常不着家，除了跑車，好像在为什麼事奔走。我問他，他也不說。從那時候起，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。醫生說他是有了心病，自己不肯放過自己。我想不通我爸跟鄭通發有什麼關係，他為什麼要費盡心力查他？年後我照常出車，等着他們卸貨的時候，我坐在陰涼裡抽煙，聽着裡頭有人在罵街。你他媽給老子找到回梁城的車没有？老冯好言好語地勸着。您再等等，梁城线上的司机下午才過来。我看到基地门口停着一輛越野車，像是出了什麼故障，有個師傅正在拆零件，看起來一时半會兒修不好。我去看了看，一個50來歲的男人正在訓老馮。老子時間寶貴着呢，你趕緊想辦法。好，我想辦法。老馮一邊答應着，一邊缩着脖子往外走，看見我就小声骂骂咧咧的抱怨：我呸！王八蛋，仗势欺人的狗东西！我有点好奇，于是多嘴問他：裡頭這是什麼人啊？這麼兇？老馮憤憤道：來收賬的叫鄭通發，不過這也不是他真名，沒人知道他叫什麼。我心裡一抖，難道是女人口中的那個鄭通發？我問老馮這人什麼來頭，老馮繼續罵罵咧咧：以前在山路上劫道的，不過這2年不敢那麼猖狂了。現在也不知道靠上了什麼勢力，在基地這片收衛生費，其實就是保護費。我一把拉住老馮問：他要去梁城？老馮點點頭。可這個點兒，我上哪兒給他找上梁城的車去？我狠狠抽了口煙，緊了緊拳頭。老馮，讓他上我的車吧。老馮驚訝道：你瘋了？你回重縣跟梁城也不順道啊！我把煙屁股扔地上碾滅了。實在不行我繞一下，過了葫蘆口把他放國道上，那打車攔車多方便。老馮一把拉住我，激動道：兄弟，你這是幫我大忙啊！這麼多年我第一次違背師傅的鐵律，拉着陌生人上路。路上這男人跟我聊天：兄弟，你跑抽1個月能掙多少？我笑着說：掙不了幾個錢，剛夠一家子吃飯呢。男人摸着腦袋看着我：我看你是個闖蕩人，要不跟我幹吧？我問他：大哥，我除了開車啥也不會，您這一看就是做大買賣的，在哪個行當發財呢？男人勾了勾嘴角：只要膽子大，遍地都是賺錢的門路，就看你敢不敢幹。他一邊說着，一邊伸手把暖風調大了點。我看見他手腕上有一排密密麻麻的疤，於是問他：大哥，這胳膊咋回事？男人把手腕縮了回去：早年的時候倒騰過牲口，讓一隻狗崽子給咬了。我跟他聊着天，一直往6段山開。突然男人開口問：兄弟，這方向不對吧？老馮沒跟你說我是去梁城的嗎？哎呦，大哥真是對不住，習慣了。你看這樣，等上了國道，我給您往回繞一下吧。到6段山的時候，天已經黑了，山路上沒燈車也不多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總覺得今天的車好像重了很多。往常去的時候拉滿了貨，回來的時候空車，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但我今天隱約覺得回程的時候比去的時候還重，油門踩到底車都提不起速來。天越黑，這感覺越嚴重。男人裹緊大衣，擤着鼻涕問：兄弟，你這車上空調是不是壞了？我也感覺到了，一路上暖氣呼呼地吹着，車上卻出奇的冷。但我的車是年後剛保養過的，空調指定沒問題。這時候天又下起雨來了，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慌得厲害。突然我看見後視鏡裡映着一個女人的臉，我眨了眨眼，再看又沒了。正是這一眨眼的功夫，車身突然一傾，瞬間就失控了。我努力打着方向盤，卻控制不了方向，車頭直朝着河裡扎。伴隨着男人的慘叫聲，一陣天旋地轉，我腦瓜子嗡嗡響。我覺得這次可能要交代在這兒了，說不害怕那是假的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總覺得這冥冥之中都是我爸的安排。意識漸漸模糊，我好像真的看到了我爸，他在衝我笑。突然我就淡定了不少，老爺子這麼安排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身體不斷往下沉，水不斷往鼻子耳朵裡灌，四周一片黑暗。不知過了多久，突然有一束光照了進來，光源越來越近，然後我就看清了，是6段山的路段，還是那個加油站，東北角還是個麵館。天陰沉沉的，一輛小貨車開了進來，我一眼就認出來了，是我爸那輛。我爸去世前短短2年，頭髮白了一半，肉眼可見的蒼老憔悴。但現在我看到的我爸是年輕的意氣風發的模樣。時隔多年再次看到他，我心裡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。我爸大口吃着豬肚麵，旁邊坐着一個小男孩在寫畫畫。我爸摸了下他腦袋，這孩子一看就有出息，將來指定是個大學生。女人笑盈盈的從後廚出來，咱們普通老百姓家，不求大富大貴，只要平平安安長大，堂堂正正做人就好。
女人收拾桌椅，挪了挪我爸搭在椅子后的外套。成哥，你这衣服怎么裂了个大口子？这不往里灌风啊？这样可不行，我给你补2针吧，你先吃着。我爸大大咧咧一笑，皮糙肉厚的不打紧，就别劳烦你啊。女人笑得很温和。您平时也没少照应我们，这点小事儿就甭跟我客气了。说着，她摸了摸孩子的脸，嘱咐：妈去给程伯伯补衣服，你乖啊。这时候突然一声雷响，雨哗哗的下起来，这雨来得特别急，我爸腾的一下站起来。我靠，车上没带雨布。说着他就往外跑。等盖完雨布再回到面馆的时候，女人刚好拿着补好的衣服出来，她2大眼瞪小眼的都是一愣，这才发现那孩子已经不见了。突然眼前的光暗了下去，但过了一会儿又亮了起来，畫面裡人來人往，像是按下了快進鍵。春夏秋冬4季更替，那女人日漸憔悴，天天拿着一張照片在人群裡打听。面馆裡來了2食客，其中一個拿着照片說：這孩子看着眼熟，跟前陣子鄭通發領着的挺像。同行的人立刻使眼色：你瘋了，那個惡霸你惹得起？是說什麼？說着2人匆匆把照片還給女人，火燒屁股似的跑了，獨留女人在身後追着，喊得歇斯底里。年復一年，照片逐漸泛黃褪色，孩子也不可能一直那個模樣。慢慢的，女人能打聽的就只有一個不知真假的名字。她的臉上漸漸有了細紋，夜裡時常坐在半山腰上抽煙喝酒。她還在那個面館裡，逢人就問：你認識鄭通發嗎？來來往往大都是男人，有手有腳的佔她便宜。開始她還抗拒，但只要有人跟她說鄭通發，她就順從了。她大概也知道很多人是騙她的，但她每一次都滿懷希望，只要有人願意跟對答，她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主動往上靠。再後來，願意騙她的人都少了。冰天雪地裡，一個瘋了的女人穿着單薄的襯衫，跌跌撞撞地往外跑。她捂着一張看不清模樣的照片，跑着跑着突然掉進了河邊的冰窟窿裡。隨後照片浮起來，越來越清晰。照片上的孩子穿得乾乾淨淨，陽光燦爛地對着鏡頭笑，跟我在天橋上見到他的時候判若兩人。快沉到水底的時候，我突然覺得有一股力氣拖了我一把。等我再次醒來時，已經在醫院了。病房門口站着2個警察。從警察口中，我得知了鄭通發原名鄭虎，早些年無惡不作，偷盜搶劫，拐賣婦女兒童，是警方找了很多年的人。警察還從河底撈出了一具屍骨，是個死了很多年的女人。我把屍骨認領了回來，找了塊風水好的墓地安葬起來。不久後，我給兒子訂的新義肢也裝上了，雖然走起路來還是有點跛，但到底不用拄拐了。最後一顆牙關裝好的那天，我給兒子買了身新衣服，想着鄭通發手腕那排疤，我的心像被鈍刀子割了一樣。當年被人販子拔光的那口牙，爸爸終於給你補齊了。那天下着小雨，我給我爸上了炷香，就帶着兒子出門了。兒子比比劃劃地問我：爸，這下着雨還去哪兒啊？別管了，上車吧。沒多久，我帶他來到了一座新墳前，墓碑是我以兒子的名義立的，只是不知道死者的名諱，碑文還是空的。我點了一支煙，看着眼前的兒子說：跪下，給你媽磕頭。兒子看着我，有一瞬間的怔愣，他看着墓碑的落款，眼底閃過千萬種情緒，然後撲通一聲跪下了。我摸着兒子的頭問他：還能記起他的名字嗎？兒子眼裡蓄滿了淚，搖頭。4、5歲的年紀，到底還是太小了。看着兒子跪在墳前磕頭的樣子，時間仿佛被拉得很長，眼前不斷閃現當年在天橋的情景。慢慢的3個人影重疊了，照片上乾乾淨淨的小男孩，天橋上乞討的孩子，還有現在的兒子。回去的路上，老闆來電話說孫浩沒了，讓我趕緊過去幫忙。我跟着隊裡的司機忙活了幾天，收拾完葬禮後，日子照常過。夜裡路過6段山，開到半山腰的時候，我把車停下了。我下了車，坐在山路邊上，冷風呼呼地吹。我抽了根煙，看着遠處閃着的火點說：放心走吧，孩子養得很好。火點漸漸消失了。在後來的很多年裡，我一直跑這條線，我也沒再見過那個女人，而這條線上也沒再出過事了。